半夜睡得正香，忽然一股尿意袭来，你挣扎着爬起来，跌跌撞撞走向厕所，解决完回到床上，好不容易快睡着了，尿意又来了。一个晚上起来3次、4次，甚至有人一晚起来7、8次。天亮的时候，你觉得自己根本没睡过，整个人像被掏空了一样，头晕、乏力、脾气暴躁。白天上班脑子一片浆糊，你以为这只是老了的正常现象，不，这可能是你的肾脏正在向你发出求救信号。更可怕的是，医学研究已经证实，频繁的夜尿不仅仅是睡眠杀手，它本身就会反过来加速肾脏的衰老。你的肾脏白天辛苦工作了一整天，本该在夜里好好休息，可因为夜尿，它被迫继续加班，就像一个每天通宵的打工人，不崩溃才怪。肾脏科名医就曾经指出，夜尿代表肾脏的浓缩功能出了问题，无法在晚上把尿液浓缩起来，导致膀胱不断被灌满，你就不得不一次又一次的起床。而这种持续的折磨会让肾功能恶化得更快，形成一个可怕的恶性循环。可是今天我要告诉你一个来自大自然的秘密武器，它在东南亚被称为万寿果，在日本被叫做万寿瓜，在夏威夷当地人更有一句口头禅，叫做一天一木瓜。医生远离我。没错，它就是青木瓜。但请注意，不是你平常吃的那种又甜又软的熟木瓜，而是还没成熟，外皮青绿，果肉发白，口感清脆的青木瓜。这两者之间的差距简直就像白开水和红牛一样巨大。科学家发现，青木瓜里面蕴藏的木瓜酵素含量竟然是成熟木瓜的好几十倍，甚至上百倍。而正是这种神奇的酵素，加上青木瓜独有的营养配方，让它成为养护肾脏、告别夜尿的隐藏王牌。那么问题来了，青木瓜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它里面到底有什么神奇成分？又该怎么吃才能真正发挥效果？别急，接下来我们从肾脏的运作原理开始，一层一层揭开这个健康密码。首先，我们得搞清楚一件事，你的肾脏到底在干什么？很多人以为肾脏就是用来排尿的，其实这只是它工作的冰山一角。你的2颗肾脏，每颗大约只有拳头大小，加起来重量不过300克左右，但它们每天要过滤大约180升的血液。180升是什么概念？差不多是90瓶2升装的大可乐。这些血液经过肾脏里面大约200万个微小的过滤单元，叫做肾源。它们像一个个精密的净水器，把血液中的废物、多余的水分、电解质统统筛选出来，变成尿液排出体外。同时，它们还会把身体需要的蛋白质、葡萄糖、矿物质等营养物质重新吸收回血液里。这还不算完，肾脏同时还是你身体的血压调节器、酸碱平衡器、红血球生产指挥官，甚至还参与骨骼健康的维护。可以说，肾脏就是你身体里那个最低调但最重要的幕后老板。它不抛头露面，但一旦它罢工，所有系统都会跟着崩溃。那肾脏是怎么老化的呢？医学上有一个概念叫做肾丝球过滤率，简称 GFR， 它代表你肾脏每分钟能过滤多少毫升的血液。年轻健康的肾脏 GFR 大约在120毫升左右，但从30岁开始，你的肾功能就会以每年大约下降1毫升的速度悄悄退化。也就是说，到了50岁，你的肾脏可能只剩下年轻时 80% 的功力，到了70岁，可能只剩 60%， 甚至更低。而加速肾脏老化的头号杀手是什么？答案让很多人意想不到，不是喝酒，不是熬夜，而是慢性发炎和氧化压力。你每天吃的高油、高盐、高糖食物，你呼吸的污染空气，你承受的精神压力，甚至你久坐不动的生活方式，都会在你体内制造大量的自由基。这些自由基就像一群疯狂的小怪兽，到处攻击你的细胞，尤其是肾脏里那些精密的过滤单元。肾源一旦被破坏，就再也无法再生。你的肾脏就像一台零件越来越少的机器，过滤能力越来越差，废物越来越难排出，身体开始积毒，各种慢性病接踵而来。这时候你可能会问，夜尿和这些有什么关系？关系大了。正常情况下，你的大脑在夜间会分泌一种叫做抗利尿激素的东西，简称 ADH。 它的作用就是告诉肾脏，现在是晚上，老板要休息了，
你把尿液浓缩一下，少生产一点，让膀胱别那么快满。所以健康的人一个晚上顶多起来上一次厕所，甚至可以一觉到天亮。可是当肾脏功能下降的时候，它的浓缩能力就会大打折扣，即使大脑发出了少产尿的指令，受损的肾脏也无法有效执行。结果就是尿液稀稀拉拉的不断生产，膀胱很快就被灌满，你就不得不一次又一次的爬起来。所以医生才会说，夜尿频繁是肾功能受损的早期警报之一。如果你每晚起来上厕所超过2次，而且不是因为睡前喝了太多水，那你真的需要认真对待这个信号了。更糟糕的是，夜尿还会引发一连串的骨牌效应。首先，你的睡眠被反复打断，深度睡眠时间大幅缩短，而深度睡眠恰恰是身体修复细胞、分泌生长激素、清除大脑废物的黄金时间。睡不好，你的免疫力下降，记忆力衰退，情绪变得不稳定。对于老年人来说，半夜摸黑上厕所还有一个极其致命的风险，那就是跌倒。医学统计数据显示，老年人夜间跌倒的比例和夜尿次数成正相关，而老年人一旦因跌倒导致骨折、卧床不起，其1年内的死亡率竟然高得惊人。所以夜尿这件事真的不是忍忍就好，或者老了都这样能打发的，它是你的身体在告诉你，肾脏需要帮助了。好，铺垫了这么多，终于要进入今天的重头戏了。青木瓜这个看起来平平无奇的绿色果实，为什么能成为肾脏的守护神？让我们一个成分一个成分来拆解。第一个重磅成分，木瓜酵素。青木瓜里最引以为傲的宝贝就是木瓜酵素，学名叫做 papain。这是一种强大的蛋白质分解酵素，它的分解能力有多夸张呢？1克的木瓜酵素可以分解相当于自身重量35倍的蛋白质。在热带地区，当地人做菜的时候会把肉用木瓜叶包起来放1个晚上，第2天那块肉就会变得无比软嫩。这就是木瓜酵素的威力。但木瓜酵素对肾脏的意义远不止于帮你消化晚餐那块牛排。你要知道，肾脏每天过滤血液的过程中，最怕的就是代谢废物的堆积。当你的消化系统效率低下，食物中的蛋白质没有被充分分解就进入血液，这些未消化的大分子蛋白质碎片就会增加肾脏的过滤负担，长期下来肾脏就会过度疲劳。而木瓜酵素的作用就相当于在食物进入血液之前，先帮你做了一道预处理工序，把蛋白质充分分解成小分子的氨基酸，让肾脏的工作量大大减轻。而且木瓜酵素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本领，那就是抗炎。前面我们说过，慢性发炎是肾脏老化的头号杀手。科学研究发现，木瓜酵素能够调节体内的炎症反应，降低发炎指标。这就好比你的肾脏周围本来有一群小怪兽在捣乱，木瓜酵素跑过来把它们赶走了，让肾脏可以在一个安静的环境里好好工作。更关键的是，青木瓜中的木瓜酵素含量比成熟木瓜高出几十倍，因为木瓜酵素主要存在于木瓜的白色乳汁中，而这种乳汁在果实成熟的过程中会逐渐减少。所以你去市场买那种又软又甜的熟木瓜，想靠它补充木瓜酵素，抱歉，基本上没什么用。你需要的是那种硬邦邦、青绿绿、切开来流出白色乳汁的青木瓜，那才是木瓜酵素的真正宝库。第2个重要成分，超强的抗氧化军团。青木瓜里面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C， 含量是香蕉的5倍以上，同时还有维生素 A、维生素 E、贝塔胡萝卜素、茄红素等多种抗氧化物质。这些抗氧化物质就像一支精锐的特种部队，专门对付我们前面说的那些疯狂的自由基小怪兽。你可能会问，很多水果都有抗氧化物质啊，青木瓜有什么特别的？特别之处在于，青木瓜的抗氧化物质组合非常全面，它同时涵盖了水溶性和脂溶性2大类。维生素 C 是水溶性的，能在血液和体液中发挥作用，而维生素 A、维生素 E、贝塔胡萝卜素是脂溶性的，能够深入细胞膜内部进行保护。肾脏里的肾源结构既有水环境，也有脂质膜环境，所以这种全方位的抗氧化保护对肾脏来说特别有价值。日本人把木瓜称为万寿瓜，可不是随便叫的。在日本冲绳那个全世界最长寿的地区之一，
当地居民的传统饮食中就经常出现青木瓜的身影。冲绳人喜欢把青木瓜切丝炒菜，或者凉拌，或者炖汤，这已经是他们世世代代传承下来的饮食智慧。你说冲绳人为什么那么长寿？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青木瓜这个饮食习惯很可能扮演了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角色。第三个关键成分，丰富的膳食纤维。青木瓜的膳食纤维含量是成熟木瓜的2倍。膳食纤维和肾脏有什么关系？关系可大了。你的肠道健康和肾脏健康之间存在一条被科学家称为肠肾轴的秘密通道。当你的肠道功能不好，有害菌过度繁殖，它们会产生大量的尿毒素。这些毒素通过肠壁进入血液，最终要靠肾脏来清除。肠道越差，肾脏负担越重。而膳食纤维的作用就是维护肠道的健康生态，它能促进肠道蠕动，帮助排出宿便和毒素，同时还能作为益生菌的食物，帮助好菌繁殖，抑制坏菌。肠道干净了，进入血液的毒素就少了，肾脏的压力也就小了。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营养学家都说养肾要先养肠，而青木瓜恰恰是一个能同时照顾肠道和肾脏的全能选手。第四个成分，钾离子和其他矿物质。青木瓜含有适量的钾离子，对于调节血压有一定的帮助，而高血压恰恰是损害肾脏的第2大元凶，仅次于糖尿病。长期高血压会让肾脏里的微血管承受过大的压力，导致它们硬化、狭窄，最终影响肾脏的过滤功能。所以控制好血压就是在间接保护肾脏。不过这里要特别提醒一下，如果你已经被诊断为肾功能严重受损，尤其是已经在洗肾的朋友，你的钾离子摄取是需要严格控制的。这种情况下，吃青木瓜之前一定要咨询你的主治医生。对于肾功能还在正常范围，或者只是轻度下降的人来说，青木瓜中的钾含量是安全且有益的。好了，说了这么多成分，你可能已经按捺不住想冲去菜市场了，但先别急，怎么吃才能真正发挥青木瓜的功效？这里面的学问可不少，很多人吃错了方法，不但没效果，还可能适得其反。首先，最重要的一条原则，木瓜酵素怕热，温度一旦超过50度，木瓜酵素就会开始失去活性，温度越高，破坏越严重。所以如果你把青木瓜丢进锅里，大火煮了半个小时，那恭喜你，你得到了一锅膳食纤维和维生素，但木瓜酵素基本上已经牺牲了。当然，膳食纤维和维生素本身也很好，但如果你的目标是最大化木瓜酵素的摄取，那你就得换个吃法。最推荐的吃法，第1名，凉拌青木瓜丝。这是泰国人最经典的吃法，把青木瓜去皮去籽，刨成细丝，加上一点柠檬汁、蒜末、辣椒、鱼露或酱油拌匀。这种做法完全不经过加热，木瓜酵素得到最大程度的保留。而且柠檬汁中的酸性环境不但不会破坏木瓜酵素，反而有助于它的活性发挥。因为木瓜酵素有一个神奇的特性，那就是它在酸性、碱性、中性环境中都能正常工作，这在酵素界是非常罕见的。你可以把凉拌青木瓜丝当作餐前小菜来吃。为什么要餐前？因为在空腹或半空腹的状态下，木瓜酵素能更直接的接触到你即将吃进去的食物，帮助提前启动消化流程。这样一来，你后续吃的蛋白质和脂肪就能被更彻底的分解，减少未消化物质进入血液给肾脏添堵。第2名，青木瓜打汁。把青木瓜切块，放进果汁机里，加一点冷开水或常温水打成汁。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加一点蜂蜜调味，或者跟其他水果一起打，比如加一颗苹果或半条香蕉，味道会好很多。打汁的好处是破壁效果好，青木瓜的细胞壁被打碎后，里面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身体吸收。但记住，水温一定不能高，全程冷打。第3名，青木瓜泡茶水。这是民间流传很广的一个偏方，做法是把青木瓜切成薄片，放进茶壶里，用温水冲泡。这种做法的好处是方便可以当日常饮品来喝，补充水分的同时也能摄取一些从青木瓜中溶出的矿物质和可溶性成分。中医师也指出，木瓜具有去风湿、消肿、舒筋活络的功效，
搭配茶叶的利尿作用，对于改善体内水分代谢确实有一定的帮助。不过要注意的是，泡茶水的方式能溶出的木瓜酵素其实有限，毕竟酵素是大分子蛋白质，不太容易完全溶解在水里，所以泡茶水更多的是一种日常养护手段。想要获取大量木瓜酵素，还是得直接吃青木瓜的果肉。第4名，如果你真的不喜欢生吃的口感，那可以选择轻度烹饪，比如青木瓜排骨汤，但关键是要把青木瓜后放，而且煮的时间不要超过5到10分钟，用小火慢煨，而不是大火猛煮。这样虽然会损失一部分木瓜酵素，但膳食纤维、维生素、矿物质等其他营养成分依然能很好的保留。而且排骨中的蛋白质和胶原蛋白在木瓜酵素的作用下会变得更容易消化吸收，也算是间接减轻了肾脏的负担。说到这里，我想大家可能还有一些疑问，让我一一来回答。第一个问题，青木瓜到底是木瓜还是一种不同的植物？答案是，青木瓜和你平常吃的甜木瓜其实是同一种植物，学名叫番木瓜，区别只是在采收时间上。青木瓜是在果实大约5到6分熟的时候就采下来的，这时候果皮还是青绿色，果肉是白色或淡橘色，口感硬脆。而如果让它继续成熟，果皮转黄，果肉变成橘红色，味道变甜变软，就是我们平常说的木瓜了。但在营养成分上，两者的差异是巨大的，尤其是木瓜酵素的含量，青木瓜远远胜出。第二个问题，一天该吃多少青木瓜？一般建议每天摄取大约100到200克的青木瓜就足够了，大约相当于1小碗凉拌青木瓜丝的量，不需要多，贵在坚持。木瓜酵素和抗氧化物质对身体的养护是一个累积的过程，不是吃一次就能看到奇迹，而是长期食用后会逐渐感受到身体的变化。第三个问题，有没有人不适合吃青木瓜？有的，首先是孕妇。未成熟的青木瓜含有较高浓度的天然乳胶成分，可能会刺激子宫收缩，存在流产或早产的风险，所以孕妇一定要避开青木瓜。第二是乳胶过敏的人，如果你对乳胶手套过敏，那你对青木瓜也可能会过敏，因为青木瓜中的壳质酶会与乳胶产生交叉反应。第三是严重肾脏病患者，前面已经提过，青木瓜含有钾离子，严重肾病患者需要限钾，吃之前务必咨询医师。第四是胃溃疡或严重胃病患者，木瓜酵素的蛋白质分解能力很强，如果你的胃黏膜有破损，酵素可能会刺激伤口，造成不适。第四个问题，除了吃青木瓜，还有什么方法可以配合改善夜尿？这个问题问得好，因为夜尿的成因往往是多方面的，光靠一种食物是不够的，需要综合调理。第一，控制睡前饮水量，晚餐之后到睡前2到4个小时，尽量减少水分摄取，尤其要远离茶、咖啡、酒这些利尿饮品。很多人有睡前喝一大杯水的习惯，觉得这样排毒，但对夜尿患者来说，这无异于火上浇油。白天该喝的水，白天喝够，晚上就少喝。第二，睡前务必上一次厕所，把膀胱排空再上床，这样可以延长你第一次被尿意叫醒之前的睡眠时间。别小看这个小习惯，它可能让你多睡1到2个小时的完整睡眠。第三，注意保暖。从中医的角度来看，肾阳虚衰是夜尿频繁的常见症型。什么意思？就是你的肾脏阳气不足，下半身寒冷，膀胱的固摄能力下降，所以冬天的时候尤其要注意腰腹部和脚底的保暖，可以用热水泡脚，穿保暖睡裤，甚至在肚脐下方的丹田位置做热敷。中医传统建议多吃一些温肾壮阳的食物，比如山药、莲子、芡实、栗子、韭菜、羊肉等，搭配青木瓜一起食用，效果可能会更全面。第四，适度运动，每天哪怕只是散步30分钟，都能促进全身的血液循环，帮助肾脏更好的工作。特别推荐的是骨盆底肌训练，也就是俗称的凯格尔运动。这种运动通过收缩和放松控制排尿的肌肉群，可以增强膀胱的控制能力，对男性和女性的夜尿问题都有改善作用。方法很简单，想象你正在憋尿，
收紧那块肌肉，维持5秒，然后放松5秒，如此反复，每天做3组，每组10到15次，坚持2个月就能感受到明显的改善。第5，排查潜在疾病。夜尿的成因其实非常复杂，它可能只是肾脏功能轻微下降，但也可能是其他疾病的信号。比如男性的攝護腺肥大会压迫膀胱和尿道，导致排尿不畅和频尿。糖尿病会因为血糖过高而导致多饮多尿。心脏衰竭的患者白天肾脏血流不足，导致少尿。到了夜里平躺后，血液回流增加，肾脏才开始大量制造尿液。甚至睡眠呼吸中止症也会引起夜间多尿，因为呼吸暂停导致的缺氧会刺激心脏分泌利尿物质。所以如果你的夜尿问题持续且严重，一定要去医院做全面检查，不要自己瞎猜。现在让我们回到青木瓜这个主角，再深入聊聊一些你可能不知道的冷知识。你知道吗？木瓜酵素不只存在于果肉里，青木瓜的种子、叶子甚至树干里面都含有这种神奇的酵素。在某些传统医学体系中，木瓜叶被用来治疗各种炎症和消化问题，已经有好几百年的历史。中南美洲的原住民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把木瓜当作天然药方使用，而在现代医学中，木瓜酵素也被广泛应用在药物和保健品的研发中，比如用于伤口清创、消炎止肿，甚至某些癌症的辅助治疗研究。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事实，人体的胃酸 pH 值其实和食腐动物相当，这暗示着我们的祖先在进化过程中可能经历过一段以腐肉和发酵食物为主的饮食时期。而在那个时代，原始人类肠道中的消化酵素含量远比现代人高得多。随着我们开始用火烹饪食物，饮食越来越精细化，我们体内自产消化酵素的能力反而在逐渐退化。尤其过了40岁之后，人体分泌消化酵素的能力会明显下降。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中年人开始出现消化不良、腹胀、便秘等问题，而这些消化问题又会间接增加肾脏的负担。从这个角度来看，青木瓜中的木瓜酵素其实就是在补充我们身体已经流失的那一份天然消化力。它不是什么神药，也不是什么偏方，而是大自然本来就为我们准备好的营养工具，只是我们现代人把它忘记了而已。说到这里，我想分享一个来自日本的有趣发现。在日本冲绳地区，除了直接食用青木瓜之外，当地还有一种传统的发酵青木瓜制品。他们把青木瓜切碎后，用特定的菌种进行长时间发酵，得到的产品不仅保留了木瓜酵素的活性，还额外产生了大量的后生元和多酚类物质。科学家对这种发酵青木瓜进行研究后发现，它的抗氧化能力比新鲜青木瓜还要强上好几倍。这可能跟发酵过程中微生物的代谢转化有关。如果你有机会接触到这类发酵青木瓜产品，那它对于肾脏保养和整体抗老化的潜力可能会比直接吃新鲜青木瓜更上一层楼。最后，让我们把今天的重点整理一下。肾脏是你身体最重要的排毒和平衡器官之一，但它从30岁就开始悄悄老化。慢性发炎和氧化压力是加速肾脏衰老的元凶。夜尿频繁往往是肾脏浓缩功能下降的早期信号，而夜尿本身又会反过来加重肾脏的负担，形成恶性循环。青木瓜之所以能成为肾脏的守护者，是因为它集合了4大王牌武器。第一，超高含量的木瓜酵素能帮助消化，减轻肾脏过滤负担，抗炎护肾。第二，全方位的抗氧化军团，包括维生素 C、维生素 A、维生素 E、贝塔胡萝卜素、茄红素等，能清除自由基，保护肾源。第三，丰富的膳食纤维能维护肠道健康，减少肠源性毒素对肾脏的侵害。第四，适量的钾离子和矿物质能帮助调节血压，间接保护肾血管。吃法上，优先推荐凉拌青木瓜丝或青木瓜冷打汁，以最大化保留木瓜酵素的活性。每天100到200克，长期坚持，配合控制睡前饮水，注意保暖，适度运动，排查慢性病等综合措施，才能真正从根本上改善夜尿问题，让你的肾脏焕发年轻活力。当然，我也要在这里郑重声明一下，青木瓜是一种优秀的天然食材，它的营养价值和养护作用是有科学依据支持的，但它绝对不是药物。
更不能替代正规的医学治疗。如果你的夜尿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到生活质量，或者伴随有其他身体不适的症状，一定要先去医院做详细检查，在医生的指导下，把青木瓜作为日常饮食的一部分来辅助养护，这才是最科学、最负责任的做法。想象一下，从今天开始，你每天花10分钟的时间准备1小碟凉拌青木瓜丝，配上一点柠檬汁和调味料，清爽开胃。坚持1个月、2个月，某天晚上，你忽然发现自己竟然一觉睡到了天亮，中间没有被尿意打断过。早上醒来的那一刻，你感觉整个人精力充沛，神清气爽，像是年轻了10岁。而你的肾脏呢，它终于能在夜里好好休息了，不用再像个24小时便利店那样通宵营业。白天它高效工作，夜里它安静修复。日复一日，你的整个身体都会因为这个小小的饮食改变而受益。这就是青木瓜的力量，它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超级食物，也不是一吃就见效的灵丹妙药，它只是一种朴素的，来自大自然的，被我们遗忘太久的健康馈赠。而现在，你重新发现了它，